这个江峰还是人吗？你一年到头都是凌晨3点起床，摸黑遍潮，趴泥地里拾货，避暗流找地方，292万，他们就给你2万。我哥说，船是他的，设备是他的，人手也是他的，我就是去泥地里挖挖东西，2万不少了。放屁！没有你的遍潮拾货，他那破船连只螃蟹壳都摸不到。江川哥，你今晚来我家，我让我爸给你炖鱼。江峰说今晚有个庆功宴，亲戚们长辈都在，他让我过去一趟。肯定是江峰炫耀自己赚大钱了。没关系，而且我以后也不准备跟着江峰干了，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吃庆功宴了。那好吧，你要是受气了就回来。好，我给你做饭，等你一起吃。你怎么才来？这么多长辈都等着你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等我，他们从来不会等我吃饭，留给我的永远都是剩饭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江川，你去坐角落着，把围巾戴好，别把你那怪皮露出来，晦气。听说风儿今年赚了大钱，200多万呢，这可是咱村头一份儿。我家风儿打小就能干。江川，这一点你得跟我们家风儿好好学学。你们年纪差不多大，风儿已经赚200多万了，可你呢？除了卖苦力还会什么？一年到头就挣个2万块，连风儿的零头都赶不上。那是因为江峰给我分的少。江川，你就是去泥地里挖挖东西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干，白得2万。你居然有脸说我给你分少了？你个白眼狼，2万还嫌少？要不是你哥可怜你，就你这怪物，你1分钱也拿不到。就是啊，江川，船是你哥的，设备是你哥的，连码头收货的秦老板都是你哥的人脉，你就是跟着出把力气。你哥给你2万已经够仁义了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江川，咱们明年订单多，等明年哥给你分3万，行了吧？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就算这一年我起早贪黑的赶海，也比不上3天打鱼2天晒草的江峰。既然你觉得我就是个卖力气的，2万块钱就要打发我，那我就走，不碍你们的眼。以后我就不跟你一起出海了。江川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决定单干了。单干，江川，老子供你吃，供你穿，谁他妈允许你单干的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江川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没有风儿罩着你，村人早把你当鱼鳐绑石头沉海了。你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提单干！不就是嫌钱少吗？昨天我接了个大单子，南城的老客户要300斤极品血刨，200斤野生大黄鱼，这笔单子值50万。咱们后天就去赶海，结束之后我给你分5000。不用了，这5000你还是留着你自己花吧。站住！江川，你什么意思？天哪，他脖子上有鳞片，好恶心！这也太邪门了，难道他是鱼妖变的？我不是。你看看你这副鬼样子，没有风儿养着你，你早饿死了，你还敢单干？这个江川不会真的要单干吧？我了解他，那白眼狼肯定是嫉妒风儿赚得多，他赚得少，不满意了。他真以为赶海容易吗？还单干？他有钱买船吗？一个卖苦力的离开了风儿，什么也不是。哼，那白眼狼没船没装备，单干也就是说说而已。我敢打赌，后天一早他肯定会在船边等着。敢给我甩脸子，那5000块钱他别想要。说得对，这白眼狼什么也不干，就想和你赚一样的钱，简直做梦。来，咱们喝。江川哥，江川哥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吃过饭了吗？没有。
正好我们家也还没吃饭呢，你跟我们一起吧。川儿，你来了，快坐，我们就等你呢。等我？对呀，小鱼说你回家可能会吃不好，就让我等等你一起吃。我就是想着你家里人多，怕你吃不好，才让我爸等等你的。行了，别愣着了，快坐。20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有人等我吃饭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川儿，叔多嘴问一句，今年跟着你哥赶海分红分了多少啊？2万。2万？江川今年净赚292万，就给你2万？他说我就是去找滩涂，然后去泥地里挖挖东西，给我2万，算我占他便宜了。江家太过分了！川儿，你10岁就跟着老江出海，那时候你哥还在家里睡大觉呢。还有你变潮识货的本事，都是拿命在滩滩上练出来的。他们怎么敢只给你2万？没事，叔，我准备单干了。真的吗，江川哥？要我说，你早该这么干了。叔，我想买条船，自己赶海。买船？叔家里倒是有艘旧船，就是5年没有用过了，船身旧了点儿，但龙骨没烂，修一修还能用。叔，你那船我买了，明天我去看看那艘船，修补一下，等后天大潮，我就用它出海。什么买不买的，你想要，叔送你了。好船，真是好船，骨架结实，龙骨笔直，桅杆虽然旧了，却还能用。我现在就开始修船，动作快点，今天能修好。哟，这不是江家那个怪物吗？你修这破船干嘛？不会是要单干吧？单干？别开玩笑了，就凭这条破船，估计连一块滩田都找不到吧？江川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江川，我们都是为你好，你要是听我们的，就省省力气，好好跟着江峰干。你要是不听我们的，以后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！终于修补好了，以后这就是我的家，我一起战斗的好兄弟。明天就要出海了，得看看明天涨潮的情况。村里人都说我是鱼妖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正是这身怪皮，让我能感知到潮水的走向，也能找到藏在泥底下的东西。明天东南方向有货。不对，明天海上有大麻烦。明天东南方向有鬼潮，暗流能掀翻3吨重的铁壳船，人掉下去3分钟就会沉底。江川，你还在修船吗？天都黑了，我来给你送吃的。你别过来！江川，你的脖子上有鳞片。别看，我这样很吓人，我是怪物。你不是怪物。什么？江川哥，你的鳞片很好看，还会发光哎，有点像童话故事里的美人鱼。美人鱼？对啊，说不定你有海神的血脉呢。20多年了，你是第一个看见他还不跑的人。明天会有鬼潮，很危险，你最好离海远一点。真的？那你明天岂不是不能去赶海了？我不怕，有了他们，我就可以在海里呼吸，也可以躲避鬼潮。江川，你好厉害！等这次赶海回来，你肯定能震惊所有人。马上就天亮了，天亮之后我就出发赶海。那我回家给你拿点吃的，给你放在船上。
出海吃。天亮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江川哥，这些东西路上吃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这次赶海，我肯定能打到大货。今天我终于要自己去赶海了。江川，今天要出海，你现在赶紧去码头一趟，把船检查一遍。另外，我记得船上好像缺几套工具，你过来的时候顺便买上几套吧。买一套工具就要3、4千块钱，年底分红给我发了2万，现在这么快就要我垫付1万出去。你在干什么？你那边怎么这么吵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已经开船了？行，南城的老客户要的东西多，是得提前出发。正好，我今天就不去了，你记得找好点位，50万的货，少一条大黄鱼都不行。你的货还是自己去找吧。小柔，今天我不去赶海了，咱们来干正事。谁呀？这个时候打电话？小峰，都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不去赶海？明天你要是不能按时把300斤极品血毛和200斤野生大黄鱼给我，你得赔偿我300万的损失费。老秦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已经让人出海了。你放屁！你的船还好好的在码头呢。我的船在码头？那江川开的是谁的船？难道他真的单干了？哎，那是不是江川吗？他开的是江峰的船吗？咋看着像老沈的那条破船呢？是老沈的破船，江峰那大船还在东码头停着呢。我看着江川好像是要单干呀。江川，谁他妈允许你单干的？你赶紧给我滚下来！今天有大生意，你不知道吗？堂哥，我早说了我要单干，以后不跟你一起赶海了。另外提醒你一下，今天海上有鬼潮，海底暗流比平时快3倍。堂哥，你要是不想船毁人亡，今天就别出海。鬼潮！10年前我二舅他们就是碰上鬼潮，7条船20多号人，连块整木板都没飘回来。江川，你说的鬼潮真的假的？鬼潮！江川，你是怕我抢了你的货，所以才编这种谎话吓唬我吧？原来是这样，峰哥可是赶海的能手，还有这么好的设备。江川不希望我们出海，故意说海上有鬼潮。江川，你心眼够脏的啊！我没骗你们，我能感觉到海底每股暗流。今天你们出海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他妈看你才是找死！就凭你这条破船，也配跟我抢货？我们走，今天正常出海。谁要是给我找到血袍滩，我奖励他5万。好嘞，峰哥！好嘞，峰哥！算了，我只能做我该做的。他们非要找死，我也没办法。峰哥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铁定大丰收。那江川还说有鬼潮，纯属扯淡。可不是嘛，这简直是老天助我们。等找到滩滩一网下去，血薄大黄鱼随便捞，爽翻！小柔，你看，海上风平浪静，哪来的鬼潮？江川就是嫉妒我，故意编瞎话吓唬人，怕我捞得多，他没面子。就是，峰哥最厉害了，没江川那个废物，我们照样捞大货。今天咱们肯定能赚翻。那是，赶海靠的是船，是人脉，是经验，
他江川算什么？不就是会在泥地里挖点东西吗？没他，我照样能找最好的滩涂，挖到最好的海货。都精神点儿，仔细看海面，尽快找到雪巴大黄鱼的滩涂。是，峰哥。奇怪了，峰哥，今天不对劲儿啊！这都3个小时了，往常这时候咱们早就找到滩涂了，今天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你们这么多人，就没有一个人找到能出大货的滩涂吗？是啊，峰哥，潮位也乱，暗流也摸不准，完全找不到能停船的地方。峰哥，怎么办啊？找不到滩头，我们今天岂不是白来了？慌什么？再找，肯定是没找对地方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邪门了！往常江川在的时候，一找一个准儿，从来没这么费劲过。对呀，以前潮位、点位、暗流都是江川提前看好的，我们只管去滩涂里找货就行。哼，慌什么？找不到滩涂就是运气不好。那江川要是真有那么厉害，刚才为什么说有鬼潮？还不是怕我们捞得多，故意编瞎话骗我们。就是，你们看，现在海上风平浪静，哪来的鬼潮？江川一个苦力，什么本事都没有。峰哥，快看那边，前面水色变深，潮位下沉，肯定是有大黄鱼和雪线的探探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哈哈，我就说那江川什么都不会，屁都不是。今年赚的这200多万，还是全靠我把船开过去，准备去滩湖。今天咱们必须满载而归。就是这儿，好多货，把这些都挖完，估计就能回去了。一斤能卖300。这下面有硬物，很大。居然是100年老鲍，这种货一只就能卖2万。今天的收成顶得上别人半年。鬼潮要来了，我也挖得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这鬼潮太厉害了，也不知道江峰他们走了没有。峰哥，不行啊，这泥滩看着都一样，平平整整的，咱根本不知道从哪儿下铲啊！2个小时，我挖了30个坑，全是空泥，连只像样的蛤蜊都没有。继续挖，我不信了，以前能挖到，为什么现在挖不到？以前江川会在海货多的地方插树枝做记号，咱们只要跟着记号走，一铲下去准有货。你他妈再说一遍！没有他江川，那江川不过是个会刨泥的怪物。没有他江川，我江峰照样能挖到东西。峰哥花大钱买的最新的船和最好的铲子，你们挖不到东西，肯定是你们偷懒儿。赶海哪是光靠装备的呀？得会看潮，现在正是退潮最低点，再过2个时辰就要涨潮了。要是再找不到主滩涂，咱们会被困在这儿。对啊，老板，你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泥纹和气孔啊？我们本来也就是个开船的，对这些根本不了解了。什么泥纹气孔的，赶海哪用看这么多？你们在泥地里找就行了。今天挖不到300斤血鳗，200斤大黄鱼，谁都别想回去。
真是的，赶海明明是门手艺，以前有江川在，他随便看看就知道哪里有东西。咱们谁有这本事啊？要是江川还在就好了，咱们什么都不用操心，一铲子下去准有货。谁让老板净赚292万，却只给江川分2万？要我说，就是老板太过分了。你们说江川真这么厉害？那鬼巢会不会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虽然江川找东西是很厉害，可这鬼巢10年都不一定能来一次。我看那江川就是胡说的。你们快看那儿，那片泥地在冒泡。是血芒滩，肯定是。那气泡是血芒在泥里呼吸，蓝红色是血芒壳堆成的。鱼群是被困的大黄鱼。峰哥，咱们找到了，是血芒和大黄鱼。峰哥，咱们发财了！我就知道，哈哈哈！江川就是个废物，没有他，老子照样能找到大黄鱼。都给我围过去，下铲子！今天我要把这片滩底挖空，我要让那个怪物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赶海王。等等，那气泡是不是太多了？我记得雪罗呼吸的气孔没这么大呀，而且这铁锈味儿太冲了，像是泥底有什么东西在翻。滚开！晦气东西！今天谁拦我发财，我就把它埋在这泥滩里。你们赶紧去，把这片泥给我翻过来。不对，不对，这好像是鬼巢。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鬼巢来了！是江川说的应验了，鬼巢真的来了，我们都死定了！怎么办？快给江川打电话，只有他能救我们了！算了，别打电话了，快跑吧！快上船，这马上要被淹了！峰哥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鬼巢，真的是鬼巢！江川没有骗我们！都给我稳住！把救生圈扔下去，快！不好，船底触礁了，船要漏了。早知道就听江川的，他早就说了有鬼巢，我们不该来呀。他江川就是嫉妒我江峰不可能输给他。船要沉了，咱们赶紧跳船啊！江峰，算了，终究是我堂哥。我能做的就这些了。鬼巢又怎样？老子命硬！江川那个只会卖苦力的废物，肯定早死了。都怪江川那个扫把星，咱们才会遇见鬼巢。既然都醒了，咱们就走吧，免得一会儿又遇见鬼巢。哪来救生艇啊？不知道，管他呢，咱们的船沉了。这小船出现的也正是时候，赶紧走吧。
这江川真神了呀！不仅提前知道鬼巢，还能在鬼巢下平安回来，真厉害！那可不，看样子江川这还是满载而归呀！江川哥，你没事太好了。我听说那海上有鬼潮来了，可吓人了。放心，我不怕。看样子你这次收获很多，江川，你做到了。辛苦各位，来几个人帮忙搭把手，卸完货给大家辛苦费。好嘞，川哥。老天爷，这么多野生大黄鱼，一条大黄鱼少说也有3、4斤，一斤300块，光这些大黄鱼就值好几万啊！血蟒，这么大的血蟒，我赶了30年海，没见过这么肥的。你们看那儿，这么大的老鲍！这绝对是100年老鲍啊！这一只就能卖20万啊！江川，你这哪是赶海，你这是海神眼啊！连鬼巢都躲得过去，咱们村头一份儿。要我说，江峰真是瞎了眼，一年净赚292万，结果就给江川分2万，这像话吗？真是黑心肝哟！对了，江川哥，江峰呢？不会是遇见鬼潮了吧？那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？快看呐，那是不是江峰的船？凤儿，你的大船呢？那可是50万新买的铁壳船啊！船被鬼潮撕了，那浪有3层楼高，直接把船底撞裂了。要不是我命大，差点就沉海底了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遭这么大的罪？为什么同样出海，江川好端端的回来了，你却成了这个样子？江川，你早就知道有鬼潮，为什么不拦着风儿？你是不是故意想害死他，好独吞家里的船？我拦了，是你们不信。江川，你单干一趟就捞了这点破螃蟹吗？大家都来看看，这就是咱们村的大能人。说要单干，结果一趟出海，连根毛都没捞着。当初我让你跟我一起干，那都是为你好，不然你看看，想给你一个能卖力气的地方，可你不稀罕呢，非要自己单干。你看看你这船舱，老鼠来了都得饿死。晦气东西！我就说个鱼妖能捞着什么好货，不像我们风儿。风儿就算遇了鬼潮，那也能活着回来，这可是大福运。对呀，都是遇见了鬼潮，为什么江峰这么狼狈，可江川却这么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？哼，我猜这江川肯定连滩涂都没找到，估计就是在海口转了几圈就回来了，所以没遇见鬼潮。江川，你要是现在跪下认错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可以让你回来继续给我卖苦力。江川，男子汉能屈能伸，没有峰哥，你今年肯定得饿死在海上，你还不赶紧跪下来求求峰哥？谁要给你们下跪啊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，江川哥这一次带回了满满一船的好东西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江川哥比你厉害，他今天带回来了一船的野生大黄鱼。怎么可能？哼！
野生大黄鱼这么稀缺的东西，就江川那个废物，怎么可能带回来一船？就是，这船舱都是空的，哪来的大黄鱼？江川，你第一次去赶海却空船回来，还好意思站在这儿？我要是你，早滚回破房屋了，免得在这里碍眼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因为那些东西早就被我们搬完了。这是百年老鲍，还有野生大黄鱼和极品雪鲜，连我去赶海都不可能一趟打到这么多的东西，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江川的本事大着呢，可惜你们这些睁眼瞎永远看不见。庞哥，你说赶海靠的是船、人脉、经验，现在你再看看，赶海靠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肯定是偷了风儿的秘藏点位，不然凭你怎么可能找到这些？有这个时间，你们还不如想想城南老客户要的300斤极品血豆和200斤野生大黄鱼怎么交货。江峰，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去赶海？明天你要是不能按时把300斤极品血毛和200斤野生大黄鱼给我，你得赔偿我300万的损失费。坏了，爸，今天我赶海什么都没挖到，城南老秦要的那批货怎么办啊？我要是今天不能把货给他，我得赔300万损失费。什么？300万！还嫌我不够丢脸吗？风儿别慌，我有办法了。江川，都是因为你，你哥的船毁了，人也受伤了。这样，你把今天的海货都送你哥，算是补偿。我为什么要给他补偿？江川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该互相帮助。你哥现在急着交货，你这些货正好派上用场，还不赶紧搬到你哥船上去？不是，你们还要不要脸了？江川这一船货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挖的，你们一句话就想要过去，你们做梦呢！这是我们江家的家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江川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爸妈死后是谁收留你的？是我们，没有我们，你早饿死了。现在你有本事了，你就忘恩负义了。你们收留我就是让我每天吃你们的剩饭，给你们当牛做马，一年赚292万，就给我分2万，这叫收留。2万怎么了？那是你哥可怜你，没有他，你这怪物早被村里人放石头沉海了。你们脸皮还真厚。这批货我不会给你们的。我必须拿到这批货，不然我就得赔老秦300万。我一年才赚了200多万，这300万要是赔了，我这一年岂不是白干了？江川，我挖不到货都是因为你。今天这货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来人，给我搬！这是江川拿命换的货，你们凭什么抢？就是，太过分了，哪有明抢的道理？这是我们江家的家事，谁敢管？江川，你今天不给货，风儿就得赔偿别人300万。这一单生意是江峰自己要接的，交不上货也该他自己负责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江川，你这样就是逼你大伯去死！你难道当那不孝不义、逼死长辈的白眼狼？叔，这些年在你们家吃过的饭钱都在那200多万里，我不欠你们，也不欠他。这货是我的，
不管你们是想抢也好，买也好，我都不会给你们。小鱼，我们走，去卖货。江川，你这个怪物！你既然不把货给我，那我就让你的货永远烂在手里。峰哥，你想怎么做？他不是靠卖货赚钱吗？行，那我就让他一条鱼都卖不出去。我会让他知道，赶海靠的可不只是技巧，还有人脉。喂，通知咱们的人脉，要是看见江川在卖货，千万别买。江川哥，你就打算这样卖货吗？对，这样卖货怎么了？你看你的东西这么新鲜，这是优点，你要喊出来，不然他们不会看你的货。还要喊出来？快来看看新鲜海货！刚上岸的极品海鲜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你们这海货确定新鲜吗？确定，今天刚挖的，绝对是新鲜货。你要来点吗？这不是江川吗？你们听说了没？江峰说江川是海神降罪的怪物，谁跟他做生意，谁就要倒霉。真的假的？肯定是真的。江峰说江川脖子上的鱼鳞还会发光，邪门的很。我不要了。这些人怎么这样？好东西就在眼前，他们居然因为一些谣言不敢买。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苏婉，据说他们家是靠酒店餐饮发家的，短短10年成了全国最大的餐饮公司。这大小姐突然来咱们渔村，难道是来收海货的？谁要是能和苏氏集团达成合作，简直就是一飞冲天了呀！百年老鲍，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滩涂上随便挖的。随便一挖就能挖到百年老鲍。你的货我全要了。苏小姐，您不能买他的东西，他是鱼妖转世，江峰说了，跟他做生意是会遭报应的。您身份金贵，可千万别沾了晦气。你胡说，江川才不是什么鱼妖，他是人，而且他是被海神眷顾的人。什么海神眷顾？他脖子上不仅有鱼鳞，还会发光，邪门的很。正常人哪有这样的？哎，苏小姐，你可千万别买他的东西，万一被影响了生意就不好了。我是商人，商人只看利益，他的货新鲜，能给我带来利润，这就够了。至于晦气，只有赚不到钱，才会让我感到晦气。况且，不管他是鱼妖还是海神眷顾的人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我只知道，我想要新鲜的海货，只有他有，这就够了。他好霸气！开个价，这些我全包。20万。我没机器，刷不了卡，只能要现金。行，但我今天没带这么多钱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回去取钱。哟，江川，这么久了，你怎么一筐都没卖出去？不会是大家嫌你是个怪物，不想跟你这晦气东西做生意吧？可惜这么好的百年老鲍，估计要烂在手里了喽。江川，你现在知道错了吧？没有峰哥的人脉，你这堆臭鱼烂虾就是一堆垃圾。江川，你要是识相点，现在就把货给我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能赏你500块，不然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不用你费心了，我的货已经卖了，而且是一次性全卖光了。江川，你骗鬼呢！你这么多的货，怎么可能一次性全卖了？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把你的臭脚拿开！我就不拿，你能怎样？江峰，你怎么说也是江川的堂哥，你怎么这么过分？我这就过分了，我还有更过分的。
沈宇，我劝你别跟这种怪物混在一起，小心惹祸上身。江峰，你说我的货有问题，证据我不需要证据，只要我把你的货拉走，让它变成我的货，谁还在意有没有问题？住手！你们敢碰一下试试？给我砸！出了事我担着。我看谁敢动。苏小姐，江峰，你刚才说这货是从臭水沟里捞出来的。苏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种小摊贩的货哪配入您的眼啊？不然您看看我有最精良的设备，你要什么货我都能给您弄来。你是叫江峰吧？苏小姐，您竟然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你。老秦的那批海货，50万的单子，你一点东西都没交上。我误会啊，苏小姐，这不是海上出现了鬼潮，我才没挖到东西。这些话你留着跟老秦解释吧，我不想听。另外，江川的货我看上了，以后他就是我的合作伙伴。你要是再敢污蔑或者诋毁他，我将会走法律程序。不是我，如果你不想倾家荡产，现在就闭上你的嘴，滚远点。是。各位，我是苏婉，苏氏集团的总裁。以后江川挖到的所有海产，我苏婉以高出市场价30%的价格全包了。高出市场价30%，还长期包圆儿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该死的，这么大的好事，怎么没轮到我？我要是能和苏小姐达成合作，岂不是很快就能还上老秦的300万违约？苏老板，多谢。不用谢我，我说过了，我是一名商人，我只看利益。苏小姐，既然你是商人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我呢？货比三家，您至少要给我一个机会吧。苏小姐，您听我说，我江峰在渔村赶海整整10年，手底下有大船，还有经验丰富的船员，码头人脉遍布南北。不管是城南老秦，还是城北的李总，那都是我的铁杆客户。我一年流水几百万，是正经的赶海大户。他今天第一次赶海，捞到点好东西，纯粹是运气好。您跟他长期合作，风险太大了。对，苏小姐，峰哥才是我们村正儿八经的赶海王，跟他合作您绝对不亏。你闭嘴，你就是嫉妒江川哥才这样污蔑他。我嫉妒他？他江川就是一个卖苦力的怪物，我怎么可能嫉妒他？江川，明天正好就是大潮，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？比什么？同一片海域，咱们各凭本事赶海，谁挖的货值钱，谁能跟苏小姐长期合作？苏小姐已经答应跟我合作了，我凭什么要和你比？你不是一直不满意我给你分红少吗？如果你答应跟我比，我愿意把分红让出1成。我要4成。4成就是116万。江川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当初明明说好的分红4、6分，你给我分2万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自己过分？只要能和苏总做生意，区100多万算什么？行，我给你。另外，就算我答应跟你赌，我也不会用和苏小姐的生意做赌注。那你还赌什么？行啊，那就不赌了。小鱼，走了。等等，我跟你赌，明天咱们在同一片海域各凭本事赶海，谁挖的货值钱算谁赢，输的人要永远退出海域，以后再也不能赶海。这是要断人生路啊！江川才开始赶海，他要是输了，江川，你敢答应吗？有何不可？川儿，今天叔给你炖了条大石斑鱼，庆祝你单干头1天就开门红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坐呀！叔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专门为我庆祝。那以后你每次赶海回来，我都给你庆祝。川儿，叔不会说漂亮话，就一句，你凭真本事吃饭，以后谁也没资格瞧不起你。来，干了！以前每年江峰分红，家里都摆庆功宴，我总是坐在最远的角落，听他们夸江峰能干，听他们说我是个只会卖苦力的废物。我那时候就想，要是有一天也有人给我摆一桌菜，叫我一声川儿该多好。江川，你不是怪物，你是咱们村最厉害的赶海人，那个江峰算个屁。峰哥，咱们真的要凿船吗？等我把这破船凿个洞，再用蜡封住，只要船一开动，蜡遇水就会裂开。到时候江川人在深海，船破个洞，那他就只能连人带船沉到海底喂鱼。这要是被人发现，深更半夜的，谁能发现这件事情？再说了，每年在海上死的人这么多，谁会去查一个怪物的死？
大家只会说他运气不好。可是峰哥，我还是怕。怕什么？出了事儿我担着。来，拿着，给我把船底的洞凿大点。哼，这就行了。等明天江川一出海，船一颠，蜡就裂，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他。行了，走吧。堂弟，起得真早啊！昨晚睡得好吗？这和你没关系。江川，这海啊，有时候看着平静，实际上他可是个狠角色，稍不注意人就得死在海上喽。确实，上一次遇见鬼潮，堂哥还差点死在鬼潮里。堂哥今天居然还敢出海，不怕再遇上鬼潮吗？你少吓唬人了，哪来那么多的鬼潮？倒是你，该自求多福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出来吧。江川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放心。等着吧，最多半个小时，那破船就得沉，到时候咱们去给它收尸。峰哥，今天去哪儿挖？这水色不对啊，潮位也乱，根本找不到主滩图，随便找片地儿挖点就行，挖几只螃蟹，捡几个捕猎就行了。峰哥，咱们就挖这么点儿。那江川那边，江川，那怪物这会儿估计已经在海底喂鱼了。老子随便带点东西回去就是赢家，那儿不就是个滩涂吗？就这那儿挖吧。这里泥面平平整整，连只像样的气孔都没有，一看就没。峰哥，这泥太实了，底下连蛤蜊壳都没有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？换什么换？就在这儿挖，老子花钱雇你们，不是让你们挑三拣四的。赶紧的，随便装几筐，收工。差不多行了，该走了。这连500块都不到啊！那又怎么了？反正江川那怪物已经沉海底了，老子就是带一筐泥巴回去也是赢家。行了，收工，回码头。江峰怎么就带回了这点玩意儿？我奶奶去滩涂遛弯都能捡这么多。江川之前那一船货随便漏点东西，就值他这一船垃圾的10倍，这还比什么？江峰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正经赶海大户。苏小姐，您别急啊，江川那小子说不定还不如我呢。就你挖的这些破烂，江川哥随便挖点东西都比你强。好啊，那咱们就等江川带着一船好货来跟我比比啊。不过可惜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。江峰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可没什么意思，不是要等人吗？那就一起等着吧。沈玉，面对现实吧。江川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过会回来。我那堂弟啊，就是太倔，我都说了他那破船不行，这要是真死在海上，时间不早了，再过半个小时，如果江川还没回来，我就不等。哎，江川肯定是死戏啊！昨天刚赚了20万，还没来得及花，今天就死了。你们闭嘴！江川哥不可能死。要我说，都这个点了还没回来，江川肯定是死了。大家还是散了吧，在这里等着也是白等。走吧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江川哥，是江川哥的船，江川哥回来了。不可能，船明明被我凿了洞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江川哥，江川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峰哥，怎么办？他回来了，我们彻底完了。快看船舱里，我的天哪，满满一船货，比昨天的还多。江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担心，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让你担心了，我没事。该死的江川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堂哥，看到我没死，你好像很失望。堂哥，看到我没死，你好像很失望。江川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昨天晚上不是你们鬼鬼祟祟的去凿我的船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峰哥，江川睡得跟死猪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让他睡吧，这是他最后一觉了。你放屁！自己船破了关我什么事儿？说不定是你自己撞的。是吗？我自己撞的洞口会用蜡油封住吗？哼！你说我昨晚去凿船，
证据呢？我告诉你，老子昨晚就在家待着，哪儿也没去，你休想污蔑我！江川，谁在你船底凿洞了？我看这一切根本就是你自导自演。你怕峰哥的东西比你好，所以故意陷害峰哥，想赢下赌约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你说什么？这就是证据。江峰昨晚在我船底凿了洞，然后用蜡封住，等我出海后，蜡遇冷裂开，船就会沉。凿船害命，这江峰也太狠了吧！可是他的亲堂弟，难怪江川昨天出海那么久才回来，原来是船被人动了手脚。你胡说！一块破木头能说明什么？这能说明的东西可太多了。江峰，我苏婉自认在商场上见过许多下三滥的人，但像你这么狠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是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什么都没做。你通过凿船意图损害江川的性命，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。报警。是，苏总。别报警！苏小姐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千万别报警。只要你能不报警，我什么条件都能答应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峰哥爸妈，不然峰哥真的被抓了，那我可怎么办？你求错了人。那个弟，是哥错了，哥对不住你。看在你小时候哥照顾过你的份上，你就原谅哥这一回吧。江川哥不能原谅他，他是真的想要你的命。江川，如果你任何需求，我苏氏集团法务部会站在你身后。江川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哥好心担心你安危，你反倒污蔑他凿你船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江川，你个白眼狼，你太过分了，居然敢栽赃你哥，还勾结外人欺负他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谁栽赃了？江川哥都把证据拿出来了，江峰就是故意把江川的船凿破，想要害死江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证明。这风儿就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儿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你至于赶尽杀绝吗？就是江川，你爸妈死得早，你从小就是在我们家长大的，是我们给你饭吃，给你衣穿，你可不能忘恩负义。你们是给我吃的穿的，但你们让我吃的都是你们的剩饭，穿的也是江峰不要的破衣服。你知道冬天我穿着破洞的棉袄有多冷吗？这一家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就算俺不是亲生的，也不能这么苛待江川啊！我不管，今天你要是敢追究风儿，就是不认我们可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你要不认我们，以后就是孤家寡人了。好，我可以不追究。江川哥，你怎么能不追究？江峰想杀你。但从今往后，我江川和你们江家一刀两断，咱们彻底断亲。往后你们家的事儿与我无关，我江川的事儿也不用你们管。真要断亲？换谁都得断。江家做的太不是人了。你敢？你要是敢断亲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后悔？你们克我2万分红，骂我怪物，还想要凿船害死我，我永远都不会后悔。怎么样？这条件你们答应吗？爸妈，你们还犹豫什么？他江川不认你们，你们还有我呢，我是你们亲儿子，以后我还会发财，我给你们养老送终。好，断就断，早知道你这个白眼狼靠不住。就是我们老了有风儿给我们养老，谁稀罕你？江峰没有按时交上老秦的货，肯定要赔一大笔钱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。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我江川与江家恩断义绝，以后我们之间再无半分瓜葛。好，江家做的太绝，换谁都得断亲。我们走。站住！你走可以，但是得先把昨天的赌约兑现了，4成收益116万，现在就给。什么赌约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赌了？你空口白牙讹人是吧？昨天码头当着苏总和全村人的面，你亲口答应的，怎么想耍赖？赌约我在场，全程作证。江峰，你当众承诺的事，想不认账？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你怎么可能拿不出钱？你一年赚292万，116万对你来说可不多。我的钱早就买新船、添设备，全花光了，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。不信你可以问小柔。我作证，峰哥的船被鬼巢弄坏了，这才买了新的大船，确实拿不出100多万。拿不出，那就写欠条，分期付款，首期40万，3天之内打到江川账上，否则警察局见。苏小姐，我那一船顶级野生大黄鱼、极品血门和百年老鲍，您收吗？收，怎么不收？你那一船的货按最高价结算，现在就走去验货。江川，你别得意，今天这笔账我必定要10倍奉还。坏了，是老秦。江峰，
你他妈死哪儿去了？欠了我的钱还敢躲？我在你家给你3分钟的时间，赶紧滚回来！晚1秒，我拆了你家房子！秦哥，我谁呀？怎么了？是老秦，之前那批货我没交上来，他来找我要违约金了，还说我要是没在3分钟内赶回去，就要拆了咱们家。什么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有办法。江川，你不是能吗？这下该你倒霉了。我们走。风儿，你真要把老秦引去江川那儿？万一什么？江川不是本事大吗？正好让老秦帮我收拾收拾他。反正咱们跟江川已经断亲了，出了事儿也跟咱们没关系。行了，你们要是害怕就走了。老秦我熟，我一个人就能应付。那我们就走了。江峰，你小子胆子不小啊！不仅逃我的单，还敢跟我玩失踪。秦哥，哪能啊？我这正想办法给您凑货呢。凑货，50万的单子你他妈拖到现在，老子的货呢？货还在凑。妈的，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给我把顶级大黄鱼和血头送过来，不然老子拆了你这破屋。秦哥，货我真没有，但我知道谁有。谁？我堂弟江川，他今天刚出海回来，有一船顶级野生大黄鱼和极品血芒，好货多得很。江川，就是以前跟你后面那个小破船员，一个普通苦力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货？江峰，你他妈耍老子！不，秦哥您误会了，他现在不是普通船员了，他现在跟苏氏集团的苏大小姐做生意，手里有的是钱和顶级货。我是让您直接找他买货，把您那单货先补上。秦哥，您再给他定个死期限，到时候他交不上货，违约赔偿就是天文数字，那他手里的钱不就算你的了？你小子这是想借我手收拾江川？怎么，你跟他有仇？何止有仇，他断我财路，抢我生意，还当众跟我断亲，把我脸都踩在地上。我是要让他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。秦哥，您帮我这一把，以后您在渔村要货，我给您最低价，而且随叫随到。行啊，借刀杀人，你小子够阴。走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去会这个苏的大合作商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江川，你不是有很大的能耐吗？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死。江川哥，你真厉害！昨天那一船的货居然又卖了50万，短短2天的时间你就赚了80万，这快抵得上江峰半年赚的钱了。我去的地方都是以前没去过的，所以货多了一点。你就是江川？你们是谁？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听说你现在跟苏婉做生意，本事不小，能挖的货也多。有事直说。我这儿有批货急单，3天之内我要你给我送来500斤野生大黄鱼、300斤极品雪斑和200斤大龙虾。这么多，3天怎么可能凑得起？臭娘们儿，老子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？抱歉，你要的货太多，3天时间太紧，我根本凑不齐。凑不齐？简单，违约赔500万。不好意思，您这单我不可能接，您请回吧。不可能，在我这儿没有不可能。你要是不答应，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见血！你们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别动他，怎么护着他？行啊，我可以不动他，但是你得把单子接了，不然不光你要倒霉，他也得跟着遭殃。你们住手！我接。行，够爽快，签了他，3天内交不上货，违约金500万。很好，3天后码头验货，交不上货你就等死吧。我们走。江川哥，你怎么能接这种单子啊？3天时间根本挖不齐所有的货，他摆明了就是想整你。要是你真出了事儿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有这个。好，我信你。你打算怎么办？3天时间，上哪儿找那么多大黄鱼和血螺？这太难了，普通滩涂根本不够啊。这个你就别管了，总之我不会有事的。江川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准备去很危险的地方？还好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来有一处地方从来没人去过，也许我可以去试一试。是哪里？海底最深处，龙宫礁。不行，那
里可是死亡海域，连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渔民都说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鬼地方。据说进去那儿的人还从来没活着出来的，太危险了。小鱼，我必须去。我不准你一个人去，要去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里面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我不管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险。好吧，我可以带你一起。我就知道。但是你得一直跟着我，千万不能乱跑。好，你放心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好好跟着你。龙宫礁确实凶险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。咱们先回去准备物资，加固一下船。都听你的，我要和你一起收拾东西。你们干什么？哟，这不是我那能耐特大的堂弟吗？听说刚接了老秦100万的大单，这怎么看着还愁眉苦脸的？是不是知道自己死定了，慌了？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，什么单子都敢接。哼，活该！当初风儿好心给你口饭吃，你非要逞能单干，现在好了吧？接这种根本完不成的单子，我看你呀，等着赔得倾家荡产吧！幸好我们早就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不然还得被你拖累。说的没错，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白养你白眼狼这么多年，还说要跟我们断亲，现在好了，闯下这么大的祸，可没人会帮你。我怎么样？跟你们没关系。小鱼，我们走。你要是担心找不到货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提个地方。海沟深处有个叫龙宫礁的地方，你去那儿准能弄到好东西。哎呀，我忘了，那地方好像从来没有活着出来的人。你要是去了，岂不是赶着去送死啊？就是，江川，识相点就赶紧跑吧，别到时候被老秦逼得走投无路，那才叫丢人呢。你们太过分了，江川哥还没说做不到呢，你们就这么落井下石？我们没良心，他自己找死，怪得了谁？我劝你啊，离他这个怪物远一点，免得被他连累。你们别高兴太早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我倒要看看3天后你拿什么交货。走，今天我请客，咱们去吃顿好的，然后等着看3天后的好戏。什么？你们要去死亡海域龙宫礁？老辈人都说龙宫礁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进去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，你们是不要命了？爸，江川接了老秦的死单，3天要500斤野生大黄，300斤极品血蚝和200斤大龙虾，普通滩涂根本凑不齐，只有龙宫礁才有这么多顶级货。叔，我知道龙宫礁很危险，但我也没办法，单子是老秦逼着我接的，3天后交不上货就得赔500万。龙宫礁，我必须去。我要陪着江川，我也要去。胡闹！不行，你们2个孩子去，我绝不放心。要去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我不同意，爸，你年纪大了，龙宫礁太危险，你不能去。傻孩子，我怎么能看着你们去送死？再说了，我一辈子都在海上，比你们懂暗流，懂礁石，多个人多个照应，就多一点活下去的希望。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你们都不许反驳我。叔，谢谢你。行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现在你去加固船只，小鱼你准备干粮和淡水，我来准备渔具和急救的东西。咱们1个小时后码头见。好。风浪再大，我们也能闯过去。记住，进了龙宫礁绝对不擅自离队，一切要以安全为先。好，我都记住了。魔鬼海坑，龙宫礁，所有人都说这里是死地，但现在只有找到那个地方，我们才有活路。川儿，海水的颜色变深了，看样子离龙宫礁越来越近了。叔，前方2点钟方向有强力海底暗流，不能硬闯，立刻绕过去。左边30米水下藏着锋利暗礁，赶紧往右偏移航线。川儿，你这感知能力也太神了！这片海域诡异得很，暗流无常，暗礁遍地，肉眼根本看不到。你是怎么做到精准避开这些暗流和暗礁的？都是因为它，有了它，我只要靠近这片海，就能隐约摸清海水的动向，能感觉到哪里有危险，哪里能通行。
怪不得你最近赶海次次爆仓，总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货。原来你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本事，真是老天赏饭吃啊！叔，这里只是外围，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，千万不能大意。不好！停！全速后退！快！那是什么？太吓人了！是海底地层断裂形成的巨型深海漩涡，一旦被卷入，船毁人亡，绝无生路。难怪老一辈宁可不赚钱，也绝不踏足龙宫礁。这里每一步都是死局。别怕，我看清地形了，咱们绕开漩涡，从东侧浅流海域通行。好。龙宫礁，我们到了。叔，把船停那儿吧。小鱼，把赶海工具、收纳筐全部备好，咱们今天要发大财了。好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里的东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，这简直是天然的宝藏地。川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能看到这里的东西？整片浅滩泥沙层里几乎全是极品大雪豹，个个饱满肥厚，而且这些礁石缝隙里都是大龙虾，连礁壁上都挂满了的野生巨豹和响螺。这么多海货！对，还有帝王螺和珍珠贝这种稀罕货，甚至还有几处藏着野生海参丛，全是外面有钱都买不到的顶级海珍。我赶海40多年，走了那么多的海域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密集的顶级海货，不愧是没有人活着出来的龙宫礁。但是叔，你们也不能大意，这里暗流随时会反扑，咱们动作必须要快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抓紧下滩。小鱼，左边那片软泥区全是特大血蚌，扎堆生长的，直接挖。好。而且都好肥呀，这一只顶平时3只了，根本捡不过来。这边还有大货。是深海的野生海参，还有珍珠贝。发财了！我们这次真的发财了，光是这些海参和珍珠贝就能卖个10万了。看来咱们今天不只能完成老秦的订单，还能发一笔不小的财。爸，动作快点儿，赶了这一趟海，咱们至少能休息1个月。好嘞！不好，潮汐变了，暗流要反扑，咱们得立刻收货上船。好。你怎么样？是不是被吓到了？有你在，我就不害怕了。小鱼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顶级海货，这一趟真是撞了大运，咱们这下彻底翻身了。看来是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爸，你们俩也别站着了，抓紧清点一下货物，算算数量。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这一趟光赶路就花了2天的时间，现在已经是第3天了，我们得尽快赶回码头。刚才别说了，先清点海货吧。峰哥，距离3天交货期限就剩下最后半个小时，可这江川自从3天前出海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他不会是……不知道3天时间找到500斤大黄鱼、300斤雪蛤，还有200斤大龙虾，这谁能完成？可能真是被吓跑了。好，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合同白纸黑字签着，500万违约金赖不掉的。再说了，
就算他人跑了，这不是还有你吗？这秦哥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忘记你那维基的事儿了？我告诉你，如果那小子跑了，300万你1分都不少的给我。是，我知道，秦哥您放心。哼，都这么久了还没回来，你们说江川不会真出事了吧？江川看起来不像那么冲动的人啊，怎么就接了老秦的死单？其实那天我就在码头，我亲眼看见老秦带着打手逼江川签的合同，这单子根本不是江川自己要接的。我看啊，这事儿十有八九是江峰在背后搞鬼。他一直记恨江川，这次老秦逼着江川接单，肯定是江峰故意设的局。江峰这孩子心思太黑了，亲兄弟一场，不念手足情就算了，还处处落井下石，想方设法把江川往死里逼，好好踏实赶海赚钱，偏偏被这两人盯上，硬生生被逼着闯龙宫礁那种死地。你们乱说什么？都给我闭嘴！什么叫我坑他？明明是他自己不知天高地厚，爱逞能，是他自己接的单子，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们，进了龙宫礁就没有活着回来的。江川再怎么厉害，今天也是必死无疑。哎，你们看，有船回来了！真回来了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船回来？绝对不可能是他！峰哥，龙干礁明明是死地，江川怎么可能活着出来？是江川的船，我认得那艘船，真的是他回来了。江川真的从龙宫礁活着出来了！天哪，太厉害了！回来又怎么样？就算回来了，他也凑不齐老秦的货，他一样得死。对，没错，人回来了而已，肯定没有货。等会儿他要是拿不出钱，照样完蛋。哈哈哈哈哈！空着手回来的，什么货都没有。江川，我看你今天怎么死！听说你去龙宫礁，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运气，居然能活着从龙宫礁出来。我们怎么出来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行了，时间到了，你们没有拿出货。按合同追责，你需要赔偿我500万。来人！谁告诉你我没货的？小鱼。好。看好了。哇！哇，我的老天奶啊！这么多货，还全是顶级海参，不止超了1倍多，这下江川发大财了。秦老板，你要的500斤大黄鱼、300斤血虻、200斤大龙虾，全都在这儿了，数量够，品相顶级，完全符合合同要求。按照约定，该你结款了。你这些货虽是野生海参，但我看品相参差不齐，未必达标。你这批货我不收了。江川哥签合同，定好的价格和数量，我们辛辛苦苦闯龙宫礁，好不容易凑齐了货，现在你说不收就不收。我说了不收就是不收，我看你们能把我怎样？如果要违约，你还要赔付我500万的违约金。该死的，我忘了，为了坑江川，我特意和他签了合同，没想到这合同没有坑到江川的钱，反倒害了我自己。做生意的人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，怎么，你自己签的合同，现在却想反悔，这合适吗？江峰，秦哥，江峰，看看你出的馊主意，当初是你跟我打包票，说江川绝对完不成订单，现在你看看。老子他妈直接买了100万的货，秦哥，这不能怪我呀，怎么不能怪你？江川现在完美交货，我的计划落空，还有这100万的货，我根本卖不完，这笔损失你必须全权承担，500万立刻给我。500万？秦哥，我哪里拿得出500万？我就是个普通渔民，别说500万，我现在连10万都拿不出来啊！是啊，秦老板，我们家没钱，这孩子不懂事乱出的主意，您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。不懂事儿，多大人了还能不懂事儿？江峰，当初我们也是签了合同的，如果你拿不出钱，那就抵安家的房子、渔船和家产。秦哥，我错了，求您再给我点时间，别收我的房子、渔船，那是我唯一的活路啊！求求你了，秦老板。我们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能不能给便宜点？好啊，3天之内300万1分不少给我凑齐，凑不出来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江川，我现在没钱，货我先拿走，等3天后江峰还了钱，我再把订单的钱给你。秦老板，小本生意，概不赊账，你先结清我的货款，至于你和江峰的纠纷，与我无关。
转给你了。好，你去拿货吧。剩下的那些好货可以问问苏小姐收不收。苏小姐，我手上还有一批顶级海参，品质比上次更好，你有兴趣吗？江川，你每次都能给我惊喜，说说吧，都有什么货？有野生大黄鱼、雪鳗、帝王螺和珍珠贝。珍珠贝，你确定是野生的？千真万确。好，我马上派人过来，货给我留好，价格你开。这些货苏小姐全要了。不只是全要，苏小姐还让我随便开价。太好了，那咱们这次能赚多少？至少这个数。50万。是500万。500万，咱们真的要发财了！哈哈哈！好小子，叔果然没看错你。快让我看看，这是百年老蚌，这么多野生大黄鱼和血芒，还有极品野生鲍鱼、深海刺参和稀有老海鲢。江川，你到底从哪儿找的这么多稀有海货？都是运气。800万，这批货我全包。另外，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客户，都是高端酒楼的老板，有了他们，以后你的货不愁卖。好，那就谢谢苏小姐了。不客气，只是希望你以后可以优先给我提供海货。另外，可以给我个优惠吗？这当然不是问题。下一批货我给苏小姐打8折。好，这几人你可以联系一下，就说是我苏婉介绍的。他们一个是省城海鲜皇的董事长，一个是蔚蓝海岸连锁酒楼的采购总监，还有一个是做出口贸易。谢了。江川，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小渔村，去更大的地方发展？毕竟以你的能力，留在这里太屈才了。这里挺好的，有海，有家人，还有他。行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以后有好货记得通知我。放心吧，苏小姐，我有了好货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江川哥，你为什么不答应苏小姐？苏小姐说的对，以你的能力，留在这个小渔村确实太屈才了。你完全可以去更远的地方，赚更多的钱。想什么呢？我长相奇特，出去外面会吓到别人的。再说了，这里还有你。你说什么？小鱼，这么多年你一直照顾我，虽然我长相奇特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怕过我。从你决定和我一起去龙宫礁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这辈子就是你了。江川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小鱼，我喜欢你。江川，江川兄弟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？就是，赶紧把沈鱼娶回家。讨厌，都怪你！乡亲们催我了，那我尽快把你娶回家，好不好？好。300万，我去哪儿弄300万？完了，全完了。峰哥，要不咱们跑吧，跑到外省去，老秦肯定找不到咱们的。跑？
老秦万一报警了，就算是跑到外省，咱们也是通缉犯。你脑子进水了吗？我看江川这次挖到了一船好货，可惜他不愿意帮我们，不然……天杀的江川啊！他自己发财了也不拉拔一下自家兄弟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他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行了，别嚎了，还不是你们母子俩自作自受？你们当初怎么对江川的？忘了？说的好像你对江川很好一样，而且你儿子要坐牢了，你还帮着江川一个外人说话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是，我是对不起江川，可我那是因为谁？江峰要是没处处针对江川，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这都是报应，报应啊！哟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，欠了老子300万，你们还有心情聊天啊？秦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时间还没到呢，而且我已经在想办法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想到办法。3天，还剩2天，2天后，要么钱到位，要么你懂。江峰，你怎么尿了？太丢人了！秦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再给我宽限几天吧，我真的凑不出300万啊！没本事还敢跟我耍心眼？当初是谁拍胸脯说坑江川？结果江川没坑到，反倒把我坑了一下，现在更是连点钱都拿不出，简直废物一个！秦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样我去抢江川的货，我去偷他的钱，我一定给你凑够钱。抢、偷，你也就只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了，江峰，你简直跟江川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。你闭嘴！老子当初挣了钱没给你分吗？你个拜金女！没错，当初我就是你有钱我才跟你，谁会知道你就是一个废物，一年到头挣200多万。这200多万还都是靠江川挣的。闭嘴！你是他女人也行，他拿不出钱，你替他还。我没钱，我跟他就是玩玩，我可不替他还债。你别走，你不能走，你得帮我。放开我，我要跟你一刀两断。小柔，别走！李小柔，你别跑，你给我回来！2天后，钱到位，所有的事儿一笔勾销。要是拿不出，你们一家3口都得付出代价。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2天后，老子来收钱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天爷呀，怎么这么狠心呐？300万呀，我们拿什么还呀？哭，就知道哭有什么用？哭能哭出钱来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等死。我们去找江川，江川现在有钱了，他那一船货至少能卖500万，他肯定不差我们这300万。对，去找江川，他是江家的种，我们是他亲叔亲婶，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可以。江川要是敢不管我们，那就是忘恩负义，我们就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他不孝。没错，他不能不管我们，咱们走。江老板，这船是按照您的要求量身定制的，载重30吨，配备最先进的声纳探测系统和全套冷藏设备，船舱能自动调节温度，保证海货新鲜，全省找不出第2艘。好，很好。江川哥，这船得多少钱啊？80万。80万！你真的要买吗？80万，咱们得挖多少海货才能赚回来啊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再说，有了这艘船，咱们能去更远的海域挖更大的货。80万，不出2个月就能回本。我赶海40年，还是第一次摸到这么好的船，以前想都不敢想啊！好，太好了，咱们小渔村终于要出大人物了。
这船真气派，比镇上的渔船都大。不光大，你看这钢板、新机器、探鱼仪、导航全配齐了。以前江峰那船跟这比就是条小山头。今天的怪物买了新船，这船才80万，他手里肯定还有钱。江川，你给我站住！江川，你真出息了，挣这么多钱买这么大的船，可你买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弟？你弟欠了300万，你知不知道？江川，咋咱们都是一家人？你有钱，不如先借给哥应应急。而且30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。不好意思，这钱我不借。江川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把你拉扯大的？是谁给你一口饭吃？现在你翅膀硬了，有钱了却不帮我们，你这是不孝，白眼狼！我们早就断绝关系了。断什么关系？你是江家的种，这辈子都断不了。今天这钱你必须拿出来。江川，你要是不拿钱，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你不管我，我就闹得你在村里抬不起头。我已经和江家一刀两断，这件事全村人都知道，你们的事与我无关。当初压榨江川的时候那么狠，现在没钱了就来道德绑架，太不要脸了！断亲了还来要钱，真把江川当冤大头了。江川说的对，这种亲戚不值得帮。你个不孝子！随便你怎么说，我已经不在乎。小鱼，我们走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！江峰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拦住我也没用，我说了不给钱，就是不给。沈叔，今天晚上恐怕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船了，我怕江峰对船做些什么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江川，你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他好过。风儿，你要干什么？等我把江川船上的发动机拆了，看他还怎么出海。风儿，这要是被抓到，我等晚上去，到时候深更半夜的，谁能抓到我？再说了，他江川的钱本来就该是我的，没有我，他根本活不到现在。风儿，算了吧，咱们已经欠了一屁股债。闭嘴！你要是不帮我，就自己回去，我一个人也能干。哟，这不是江峰吗？大半夜的来参观川儿的新船。沈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川让我守着船，说最近码头不太平，有耗子想偷东西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啊，耗子还真来了。风儿，快跑！跑，往哪儿跑？抓到了！江峰偷船被抓到了，我都录下来了。江峰大半夜带扳手来拆江川的船。别拍了，别拍了！我不是来偷船的，我就是来看看。看船带扳手，江峰，你当我们傻子啊？江川白天刚买了新船，晚上你就来拆发动机，你小子心思够毒的。江峰，江川念在你是他堂哥，凿船的事没报警，你现在又来，你真以为江川好欺负？我没想拆发动机，我就是……各位乡亲，风儿就是一时糊涂，你们放过他吧，他已经被老秦逼得快疯了。丢人啊！真是丢人。各位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可以就这么算了。但如果你再敢来招惹江川，我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所有人都知道我偷船，我江峰这辈子抬不起头了。
老天爷呀，我们江家造了什么孽呀？造孽，还不是你们母子俩做的！当初克扣江川2万块，现在报应来了！你向着那个怪物说话，风儿才是你亲儿子！亲儿子，亲儿子把我老脸丢尽了，全村人都看着呢！都闭嘴！老秦马上就来收债了，300万，拿不出钱，咱们都得死。江峰，2天了，钱呢？秦哥，再宽限几天，我正在想办法。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偷你堂弟的船？老子没时间跟你耗，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我要你一条腿。秦哥，这儿有钱。几百块，江峰，你耍我呢？别打我儿子！我们可以把房子抵给你。房子？这破瓦房值几个钱？还有船，渔船，虽然旧了点，但还能卖几万。哼哼，几万，连300万的零头都不够。爸妈，送我去医院。风儿，咱们没钱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报应，这都是报应，报应！我江峰不信报应，都是江川，是那个怪物害的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发财了？为什么我还是穷光蛋？风儿，风儿！江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省城海鲜皇的董事长陈总。江老板，久仰大名。苏总说你每次出海都能带回顶级海货，我想亲眼见识一下。陈总客气了，不过我的订单量很大，单次需要500斤野生大黄鱼、300斤蓝鳍金枪鱼、200斤锦绣龙虾，普通海域凑得齐吗？这么多，凑得齐，但要去魔鬼海沟。魔鬼海沟？听说那里也是死亡海域，连经验最老的老渔民都不敢去。他们不敢，我敢。江川，你确定？我听说那地方比龙宫礁还凶险。确定，但有个条件。这批货我要市场价的2倍。好，有魄力。只要货够顶级，价格随你开。这是50万定金，3天后交货，货到了尾款一次性结清。好，3天后码头见。真的太危险了，我听我爸说过，那里海底有火山暗流，船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小鱼，你忘了，我有这个，它能感知海底每一股难流，能看清哪里有礁石，哪里有鱼群。魔鬼海更和龙宫礁一样，对别人是死地，对我是宝地。你就是江川？你是谁？赵海龙，邻村渔霸。听说你最近很威风啊，你知不知道，苏婉本来是我的合作伙伴，现在跟你合作了？苏小姐是商人，谁货好跟谁合作。哼，货好？就凭你那一条破船，老子有3条大船，每条都值200万。你跟我比，船大又不代表货好。小丫头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赵海龙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就去挖更好的货，没必要在这儿挡我的路。好，有种！3天后陈总的订单，如果到时候交不上货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
叔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？你说。我打算去一趟更远的海域。更远？哪儿？魔鬼海沟，就我一个人，速去速回。魔鬼海沟？你疯了！那里可比龙宫糟还要危险啊！据说那下面有一座火山，这火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喷发了，去了就是玩命。我知道凶险，但苏婉帮我签了省城大客户，订单特别大，普通海域根本不够，只有魔鬼海沟才有足够的顶级货。行，你性子我懂，决定的事儿谁也拦不住。但魔鬼海沟不是闹着玩，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我知道，明天一早出发，就我一艘船，速去速回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，你在家等我。我说过，你去哪儿我就像给响雕不拿我。好了，都去，我开船，你们挖货，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起。好，一起去。这浪太大了。暗流在左边，礁石正前方30米。叔，左满舵，快！好险，这暗流能把船掀翻。前面有鱼群，很大的鱼群。那边全速前进！好重的硫磺味。海底火山，这里居然有火山暗流。下面全是蓝鳍金枪鱼，成群结队的，至少有上千条。天哪，那些黑影全是鱼。不止金枪鱼，还有锦绣龙虾、帝王蟹、深海海参，这简直是海底宝库。叔，停船吧，今天咱们要发大财了。龙虾、帝王蟹都藏在礁石缝里，金枪鱼就在浅水区游，咱们分头来。他们不怕人，主动靠过来了。好家伙，个个比眼盆还大！不好，火山暗流要喷发了，赶紧收东西，上船！船要翻了！上船，快！叔，起锚，全速后退！卡住了，锚卡在礁石里。别急。我下去看看。走！天哪！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见海底火山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江川，你快看，这些鱼都还在跳。500斤金枪鱼，300斤锦绣龙虾，200斤帝王蟹，还有多余的深海海参和帝王螺。货已备齐，可以提前1天交货。这么大个头的蓝鳍金枪鱼，极品，极品啊！这种货色我在省城都少见。江川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尾款250万，加上定金，一共300万。另外，这是蔚蓝海岸连锁酒楼的采购总监，他听说你的货也想合作。谢谢陈总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凡是跟赵海龙有合作的人，我一概不合作。
好，只要你的货一直保持这个水平，这些都是小问题。走，我们继续看货。龙哥，江川的船从魔鬼海坑回来了，满载而归。不可能，魔鬼海坑是死地，他怎么可能活着出来？而且，听说他挖到了蓝鳍金枪群，至少有上千条。该死，该死的！给我查，他到底是怎么找到鱼群的？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设备？给我搜，看看他船上有什么秘密设备，声呐、探测仪，还是什么邪门玩意儿？龙哥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可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他们怎么可能从魔鬼海沟活着出来？咱们直接把他的船给砸了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还是老大聪明，那我现在就去砸船。哼哼。龙哥，有人来了。什么？谁在那儿？撤！该死的，差一点就能把他的船给砸了。对了，今天让你们查的东西，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他江川到底有什么本事？为什么他能从魔鬼海坑活着出来？龙哥，我们打听了，村里人说江子上有鱼鳞，能在海里呼吸，还能感知鱼群位置。鱼鳞感知鱼群？扯淡！这世上哪有这种事儿？小丫头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赵海龙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就去挖更好的货，没必要在这儿挡我的路。既然查不到，那就让他自己说出来，给我绑了他女朋友，那个叫沈瑜的，我倒要看看他嘴有多硬。别动，再动弄死你！江川，你那个叫沈瑜的女朋友在我这儿，你要是想让她活命，一个人来北山仓库。赵海龙，你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哈哈哈，威胁我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我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，晚1分钟我就把他扔进海里喂鱼。川儿，怎么了？说，小鱼被赵海龙绑了。什么？小丫头，那个江川有什么秘密？只要你告诉我，我立马就放了。不然，赵海龙，我来了，你快放了他！哈哈哈哈哈！一个人来的，这么有种，不怕我弄死你？说吧，你怎么找到鱼群的？有什么秘密设备？还是你真的有什么鱼鳞异能？这就是秘密，这是我天生的。好啊，原来你是个怪物。既然学不来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死了就没有人跟我抢生意了。住手！警察？谁报的警？妈的，是不是你？警察，不许动！江川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苏婉，你凭什么报警？我才是你的合作伙伴。合作伙伴？你也配？江川才是我的长期合作商，你动他就是动我。赵海龙，你在省城的那些黑账，我已经交给警方。你早就查我了。商人嘛，总要留一手。江川，赵海龙被抓，你现在可以趁机把他手里的3艘大船和北方海域的人脉掌握到自己手里，明白吗？苏小姐的意思是，成立渔业公司，你占70%，我占30%，船队、渠道、客户我全包，你以后只管赶海挖海事，如何？
好，合作愉快。江总，通过咱们1年的努力，现在咱们公司有船队12艘，员工150人，估计等明年咱们公司就能上市了。老婆，你怎么又叫我江总了？川哥，我们现在在公司，你可不就是江总吗？对了，我听说江峰死了，当初江峰还不上老秦的钱，被老秦打断了腿，真没想到不过1年的时间他就死了。听说他爸妈现在过得挺惨的。他们也是自作自受，但凡他们能对江川好一点，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你怎么来了？爸，这是今年的分红，一共3000万，您拿着。小川，这么多钱我拿着也花不完，你下次不要给我这么多分红了。我能有今天，都是大家一起出生入死干出来的。当初说好的分红，我必须一分不少的给你。现在咱们公司越做越大，生意越来越好，以后不用再冒险闯深海了。从渔村穷小子到今天，多亏了你们，以后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。